你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播客。今天我们要聊聊一个特别有感触的成语——先苦后甜。这个成语啊，我觉得特别适合用来形容学语言这件事儿。你想想，刚开始学汉语的时候，那真是怎么说呢？就是各种折磨。我记得有个朋友跟我说过，他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，光是那个声调就把他搞得头疼，什么一声、二声、三声、四声，完全分不清楚。是啊，而且汉字更是，天哪，那么多笔画，看起来都像画画一样。我听一个同事说，他最开始看汉字的时候，觉得每个字都长得差不多，根本记不住。这就是典型的苦的阶段嘛。你想想，任何一门语言刚开始学的时候都是这样的，什么都听不懂，什么都说不出来，那种挫败感真的很强烈。对，特别是汉语，它跟很多其他语言差别太大了，没有字母表，语法结构也不一样，发音更是，怎么说呢，就是完全是另一套系统。我觉得最难的还是坚持这件事儿，因为语言学习它不像其他技能，不是说你今天努力一下，明天就能看到明显的进步，它需要一天一天的积累。是的，就像那句话说的，学习汉语没有秘诀，没有捷径，你只能靠一天一天的努力。这个过程真的很考验人的耐心。而且还有一个特别痛苦的阶段，就是那个怎么说呢，高原期，就是你学到一定程度之后，感觉自己卡住了，怎么努力都没有明显的提高。这个我太有感触了。有个朋友跟我说过，他学了2年中文之后，突然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会一点儿，但又什么都不够好，能说一些简单的话，但是跟中国人聊天的时候还是觉得很吃力。对，这种感觉特别难受，就是你明明已经付出了很多努力，但是距离你想要达到的水平还是很远，这个时候很多人就想放弃了。但是啊，如果你能坚持过这个阶段，后面的甜真的是怎么说呢？特别值得。我听说过一个特别生动的描述，叫做语言的飞跃感。就是有一天你突然发现，我能听懂中国人说话了，而且不是那种很简单的对话，是真正的日常交流。对对对，就是那种突然开窍的感觉，就像是有一扇门突然打开了，以前觉得神秘的东西突然变得不再神秘了。而且这种成就感真的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。你想想，你能够用另一种语言去思考、去表达、去理解另一个文化，这是多么神奇的事情。是啊，特别是汉语，它承载着这么深厚的文化底蕴。当你真正掌握了汉语之后，你就能够理解中国的诗词，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，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。这就是先苦后甜最好的体现了。前面的那些困难、那些挫折、那些想要放弃的时刻，都是为了后面这种巨大的收获在做铺垫。而且我觉得，正是因为前面经历了那么多的困难，所以后面的成功才显得更加珍贵。如果学语言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，那可能也不会有这种强烈的成就感了。对，这让我想起一句话：泪水和汗水的化学成分相似，但前者只能为你换来同情，后者却可以为你赢得成功。学语言就是这样，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坚持，才能真正掌握它。而且现在学汉语的条件比以前好太多了，互联网上有各种各样的学习资源、在线课程、学习平台，还有很多学习社区。是的，这些工具虽然不能替代你自己的努力，但是确实能让学习过程变得更加高效，也更加有趣。比如说，你可以通过视频学习发音，通过 App 练习汉字，通过在线平台跟其他学习者交流。对，而且还可以看中国的电影，听中国的音乐，这些都是很好的学习材料。不像以前想要接触到真正的中文环境是很困难的。但是工具再好，最重要的还是你自己的坚持。因为语言学习这件事真的没有什么捷径可走。是的，就像航海者虽然比观望者要冒更大的风险，但却有希望到达彼岸。学语言也是这样，只有敢于面对挑战，才能收获意想不到的成果。我觉得先苦后甜这个道理不仅仅适用于学语言，其实适用于很多事情。任何值得做的事情都需要前期的付出和坚持。对，
而且我觉得选择先苦后甜，比选择先甜后苦要好得多。因为如果生活先甜后苦，后面的苦会显得更苦，而先苦后甜会让后面的甜显得更加珍贵。这是一种很积极的人生态度，不因为眼前的困难而放弃，也不因为暂时的成功而骄傲，始终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，相信付出终有回报。特别是在学汉语这件事上，我觉得这种心态特别重要。因为汉语真的是一门很复杂的语言，如果没有这种坚持的精神，很容易就半途而废了。而且学汉语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它的学习曲线比较陡峭。刚开始的时候进步很慢，但是一旦突破了某个临界点，进步就会变得很快。对，这就更需要在前期保持耐心了。很多人可能在还没有到达那个临界点的时候就放弃了，这样就永远体验不到后面的甜了。我听一个朋友说过，他学汉语学了3年，前2年半的时候还是觉得很困难，但是在第3年的某一天，突然就感觉自己的中文水平有了质的飞跃。哇，这种感觉一定很神奇，就像是突然打通了任督二脉一样。哈哈，你这个比喻很有意思，确实是这样的感觉，就像是所有之前学过的东西突然都连接起来了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。而且我觉得一旦你真正掌握了汉语，你就会发现这门语言真的很美，它的表达方式很丰富，很有韵味。是啊，比如说中国的成语，像我们今天说的先苦后甜，短短4个字就包含了很深刻的人生哲理，这种简洁而深刻的表达方式真的很迷人。对，还有中国的诗词，那更是汉语之美的集中体现。当你能够真正理解和欣赏中国古诗词的时候，那种感觉真的是，怎么说呢，就是觉得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。这就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了，先苦后甜。学汉语的过程就是一个典型的先苦后甜的过程，前面的苦是为了后面更大的甜在做准备。而且我觉得这个甜不仅仅是语言技能的提高，更是视野的开阔、思维的拓展，还有对另一种文化的深入理解。对，当你能够用汉语去思考的时候，你就等于拥有了另一种看世界的方式，这种收获远远超出了语言本身。而且学会了汉语，你就能够跟10几亿中国人直接交流，了解他们的想法，分享他们的文化，这是多么宝贵的财富啊！所以说，虽然学汉语的过程很苦，但是这种苦是值得的，因为它能够带给你的回报远远超出你的想象。而且我觉得正是因为经历了这种苦，所以当你真正掌握汉语的时候，你会更加珍惜这种能力，也会更加理解语言学习的价值。是的，这就是先苦后甜的智慧所在。它不仅仅是一种学习方法，更是一种人生态度。它告诉我们，任何值得拥有的东西都需要通过努力去争取。对，而且这种努力的过程本身也是有意义的，它能够锻炼你的意志力，培养你的坚持精神，这些品质在人生的其他方面也会很有用。学语言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自我修炼的过程，它不仅仅是在学习一门技能，更是在塑造自己的性格和品格。而且我觉得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，掌握多种语言变得越来越重要。特别是汉语，随着中国的发展，汉语的重要性也在不断提升。是的，所以现在投入时间和精力去学汉语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。虽然过程会很苦，但是未来的回报会很丰厚。而且我觉得学汉语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它能够让你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，这对于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是很有意义的。对，语言是文化的载体，当你掌握了一门语言，你就等于掌握了一把打开另一种文化的钥匙。所以说，虽然学汉语很苦，但是这种苦是有价值的，是有意义的，它不是无谓的痛苦，而是通向成功的必经之路。这就是先苦后甜的精髓所在。它不是在鼓励我们去寻找痛苦，而是在告诉我们，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，要相信坚持的力量，相信努力的价值。
而且我觉得一旦你体验过这种先苦后甜的过程，你就会对这种人生哲学有更深的理解和认同。是的，学汉语就是一个很好的实践先苦后甜这种人生哲学的机会。通过这个过程，你不仅能够掌握一门语言，更能够收获一种宝贵的人生体验。对，而且这种体验会让你在面对其他挑战的时候更加有信心，更加有勇气，因为你知道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会有收获。所以说，先苦后甜不仅仅是一个成语，更是一种智慧，一种力量。它能够指导我们如何面对困难，如何追求目标，如何过好这一生。而学汉语就是对这种智慧的最好诠释。每一个正在学汉语的人都在用自己的行动证明着先苦后甜的道理。是的，所以如果你正在学汉语，或者正在考虑学汉语，记住先苦后甜这个道理，相信你的努力，相信你的坚持，相信时间的力量。对，虽然过程会很苦，但是结果一定会很甜，而且这种甜会让你觉得所有的苦都是值得的。好的，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欢迎分享给你的朋友们。